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跟他一追求就 OK？ 不会吧？相比较之下，据我了解，很多我们周边的国家当中，大的国家当中，中国年轻人买到拥有自己产权的房子是最早的。是不是拳头看硬了？但是这种硬要年轻人接受被剥削的倚老卖老和专家教授，也不是中国独有的。不如说日本的这种现象比中国早多了，而且还经久不衰。这2年日本的经济不太行，这些事情又成为了热门话题。虽然很多媒体也聪明地发现了，现在要站在年轻人的一边才更有口碑。这2年比较流行的是日本的中老年人日常分析年轻人的各种把拉嘞，简单来说就是各种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干什么什么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聊其中的几个热门话题。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呀。日本年轻人最常被长辈锐评的把拉类现象，是的，你没有猜错，就是不结婚不生子。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尤其是男性，不要说结婚了，甚至都已经工作2年了，还没有恋爱经验的，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说白了就是没有钱。日本人要在年轻时存钱，那可真是太难了。从零开始，在30岁之前能有1000万存款或投资，并且年薪超过了700万的日本人，在各种统计中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但要我来说的话，年薪700万在东京只是刚刚到了日常吃喝和生活消费这些可以不再顾虑价格的水平而已，而且还是以一个人生活为前提。但是结个婚要花多少钱呢？结婚戒指50万够一般了吧？婚礼200万算便宜了吧？新婚旅行50万，可能也就能找个亚洲的目的地。要租新房和张罗双方父母走完流程，这些再花100万吧。在日本生活的肯定知道，这些价格我都是往低了说的，但是这也要花400万左右的。没有父母资源的话，收入在中位数的日本人要在30岁之前拿出这笔钱，还真的是相当肉痛。然后结婚之后就要考虑生子。随机访问中，日本未婚女性最多希望的是结婚之后有2个孩子，而已婚女性最多希望的就变成了1个小孩，原因无他，养不起而已。对于现在的年轻夫妇而言，大体上15年一共花1000万日元，能够让小孩从底边大学毕业，过上一个成为日本发展基石的人生。这只是基础的教育费用，如果想让他有机会读个好学校，这个花费会立刻暴增。义务教育阶段没个2-3千万去读补习学校，还想要一次考上8以上的学校，那多半是中国移民，毕竟在家就等于在补习学校了。如果还有想让小孩发挥爱好的需求，那基本就炸了。以前公司一位纸面年收入2000万的上司，他儿子想要认真学篮球，就是如果有才能的话，有机会成为运动员的那种。他只能找了比较正规的课程中最便宜的，一年要400多万。而日本40到44岁的男性年收入平均数才580万，实际到手额都不够报这个篮球班。然后平均收入的水平其实已经是收入比较好的了，这个应该是常识吧。甚至结婚之前也是金钱竞争，很多婚介所对于男性都有收入限制，收入中位数水平的年轻男子常常会被拒绝注册，因为问卷调查上大部分女性都认为普通男性的收入水平是年收入500万日元或者600万日元。不过实际上日本的正社员收入中位数是360万左右，即使是东京现在的正社员收入中位数也有掉下400万的时候了。那么算上非正社员还要考虑年龄，绝大多数20几岁的日本男性其实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游戏除非是学生恋爱毕业后几年结婚的这种。一旦毕业之后，几乎所有的婚恋活动都会被加上年收入这一指标。现在日本的年收入中位数又在降低，直接导致了日本人的初婚年龄越来越大。这种环境看似对女性有利，其实只是有利于少部分港区女子，你可以理解成日本版的捞女而已。但是想要认真谈恋爱的女生也会被迫被加上了自增压力，同样会感到婚恋的金钱成本越来越高。最近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也终于超过30岁了。这些婚恋相关服务的提供商面临着客户越来越少的麻烦，那就只能让单价也越来越高，以及尽量发展重复购买的客户。是的，复购是婚恋服务商的重要收益来源，毕竟日本的离婚率也高达1/3。
不过日本专家们稍微要点脸的情况是，当他们炮制年轻人拒绝恋爱、拒绝婚姻、拒绝生子这种话题时，通常会找一些容貌呀、学历呀、自由之类的社会话题来做理由分析。但是如果被直白的反驳说是因为没有钱，那基本上专家也会跟年轻人一起抨击经济形势和分配不公变得越来越差，而不会说我们年轻时更穷，还是稍微要了点脸的。另一类日本老人爱说的年轻人的把拉类现象是娱乐消费类，比较常见的就比如年轻人拒绝旅游呀、拒绝高尔夫呀、拒绝夜生活呀、拒绝买车呀这些。前几年有一段时间，中国年轻人们也流行过 City Walk 这个有点婉尊的词，其实日本早就是这样的。之前看到过一个讽刺日本旅游有多贵的金句，说被暴风雪困在酒店的北海道4天之旅15万，扩大版镇上老街的京都3天之旅12万，没钱出国还可以去全是外国人的东京体验3天异国风情，只需要10万。以前也说过日本年轻人的收入统计，换作是你在日本长大的话，你会愿意花这么多钱去这些地方吗？其他几个日本比较大头或者比较典型的娱乐消费，烟酒、夜店、高尔夫。烟酒也是这一届20-30岁的日本人消费起来克制了很多，一些年轻公司的聚餐活动，日常连2次会都快没了，更别说3次会跑去夜店这些了。夜店和高尔夫现在基本是招待中年大叔的活动了，当然他们超有钱的，完全能够维持住业界的规模。随着年轻人明显表现出了对这些活动失去兴趣，日本的娱乐文化也在悄然改变。现在不再介意中层员工1次会之后直接走人的日本公司越来越多了。当然，总是1次会都不参加的话，那在传统企业还是比较糟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时而能看见日本老人头头是道的分析，现在日本人为什么不喝酒了呢？为什么不抽烟了呢？为什么不去夜店了之类的。以前的公司，我和另一个年轻部长一起都不想去陪酒酒吧的2次会。离开时，一个年老部长就说起，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酒吧了呢？年轻人都去哪里娱乐了呢？当然他并没有恶意，不然我们也听不到。而路上这位年轻部长跟我聊天时说，这些把钱权当成是人生底层代码的传统日本大叔，可能到死都不会意识到，把烟酒女人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娱乐活动，这种想法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听完我就在想，如果现在日本的年轻精英鄙夷这种文化，那是不是以后就会慢慢没了呢？然后又想起最近几年新闻中看到的日本被抓的红灯区经营类犯罪啊、越界拉皮条呀之类的报道，好像中国人、越南人占了一大半，又感觉这个文化在日本还是会被传承下去的。至于车，那更是日本政府一直想要刺激都救不活的本土市场。我反而觉得神奇的是，这种萧条已经持续了20-30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多老人指责现在的年轻人不买车的生意？到底要多久才能认清现实呀？事实上，日本的新车年销量就一直在跌，从峰值的800多万辆已经跌到了现在的400多万辆。现在的日本年轻人直接不考驾照的都快占一半了。总之就是很明显的，低收入者在这个事情上面已经和政论撕破脸的节奏。所以事到如今，再怎么抱怨年轻人不买车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吧？最后一类日本老人爱说的年轻人把拉类现象是出世类，最常见的便是现在日本年轻人的拒绝升职现象。这个通常是卡在第一步，很多年轻人本身就对做 manager 的兴趣不大，可有可无的那种，并且非常反感做 PM， 因为通常来说，不是太黑的日本公司里面，底层是有完整的加班费的，而监督管理者常常没有。即使超过了视同加班协议的时间，也不给加班费的那种没有。基层领导的加薪幅度能不能覆盖这个加班费，还真不好说。年轻人自然是兴趣缺。而在成为 manager 之前的1-2年的担任 PM 的阶段，通常就更糟糕的。公司给出的报酬和工作量完全不匹配，加上即使是如今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论资排辈的公司依然常见，常常搞得做 PM 的人的时薪算下来和项目里打杂的新人并没有太大区别。而且由于日本的新毕业生起薪实在是太低了，只要不是太离谱，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前1-2次跳槽都会有不错的加薪幅度。这就导致现在出现了神奇的现象，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听到上司说打算给自己升职机会时，反而吓得换工作。在去年日本头部转职网站的问卷调查中，竟然有接近80%的年轻人在是否愿意接受公司用于考察升职潜力的项目选项中，选择了完全不愿意或者视情况通常不愿意。就正常起薪真的是太低了，一个起薪20到24万日元的年轻人，
如果不跳槽开启第二薪资 career 的话，在本公司内升职加薪下来，几乎就是升得再高也拿不到稍微可接受一点的时薪，反而越升职工作越辛苦。总的来说，这些日本中老年人对年轻人拒绝某某某的抱怨，我感觉有一半都是不愿意让年轻人过上正常的属于自己的低收入生活，或者不愿意年轻人形成衰退过程中的文化，毕竟这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对于中老年群体不利。另外也有很多确实就是代沟，习惯了自己的标准以后，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没有细想，但是就是要维护。日本年轻人的这种把拉勒现象，其实牵扯了很多社会变化、经济压力、技术发展等等复杂因素，要理解和接受这些因素比较困难，于是简单暴力地得出结论：年轻人不做某某事情是不对的。只要问题在年轻人身上，中老年就可以暂时别过脸来，不用直面更大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年轻人真的对于这些事物没有兴趣吗？当然不是的。家境可观或者收入可观的日本年轻人依然在四处旅游、四处留情，在买豪车、在买奢侈品。优质企业中的年轻人依然在内卷竞争升职加薪的机会。巴拉勒这种内心空虚、肤浅的表现，其实只是日本年轻人在逃避社会压力的借口，用内心空虚、肤浅的人设和性价比的借口，假装自己对一切都没有探索兴趣。其实只是25号宇宙中新生代老鼠们相同的境地。在当今时代，当性价比成为了主要思考标准时，手机、电脑、网络一定会成为看起来最有性价比的消费形式，这不是什么好事。日本初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平均假期上网时长已经超过了5个小时。这些看起来在省力省精力的日本年轻人们，却一起创造出了全世界最大的手游消费市场之一，一个日本就有全欧洲的5倍规模。我自然不是说日本年轻人应该豁出去去消费那些高价的线下满足方式，只是感叹一旦进入了这种低收入、低自由时间、高压力的境遇，确实是任你天赋卓绝，也只能浑浑噩噩。把拉勒现象往好处想，也许只是中老年人不想看到年轻人自暴自弃，但也确实没有能力改变日本的社会变化趋势，于是只能嘴臭一下。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呀！我们下期再见。